飞云才是当之无愧的团宠公主吧，在饲养员宠爱下活成国宝该有的样子。别等着睡，快，飞云啊，飞云呐，你公主回家。好奶爸是真的将萌妹当成闺女宠，哄对方回家也是满满的仪式感。只可惜倔脾气的飞云什么也不听，难怪都说被偏爱的孩子有恃无恐。要知道飞云都14岁了还是个少女熊，而这全都是因为奶爸的夸夸。当调皮的飞云用头顶木桩时，奶爸看到后第一时间阻止宝贝闺女。飞云，砸头，别砸头！我说你不行了啊，你不能这么玩啊！本以为这小妞不挨一顿揍，也得被饲养员啰里啰嗦教育个没完，哪曾想对方有2副面孔。飞云只是对着镜头甜甜一笑，正准备开口的奶爸彻底沦陷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带个小花了，好看了呀！哎呀，好看好看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看好看！难怪这小妞也在彩虹屁中彻底迷失，毕竟换谁天天听赞美，心态都得年轻。当飞云在外场营业舍不得下班时，奶爸一声令下，公主就乖乖动身。飞云，回家喽！飞云呐，走了走了，我们回家吃饭啊！这语气像极了我妈喊我回家吃饭。即便是飞云耍脾气夜不归宿后，奶爸也会温柔地叮嘱对方，还学会夜不归宿了是不是？那个样儿。这和老父亲教育闺女有什么区别？而奶妈对飞云的宠爱不比奶爸差，经常亲手帮闺女做丰容。宝贝最喜欢的小熊玩偶就是她织的。奶妈每次和飞云说话的时候，声音都会不自觉变假。小云，我来喂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呀？来呀，宝宝，哎呀，宝贝，哎呀，宝。要知道他平日里还嫌弃金虎话多，如今一看到大美云态度就2极反转。叫孩子起床，奶妈也得区别对待。喊金虎的时候，声音要多大就有多大。金虎，金虎啊！可他面对飞云就是温柔奶妈。起来吃饭啦！吃饭了，飞云。只能说奶妈爱与不爱区别很大。还记得飞云发情假孕期间各种不适，经常用海豚音吸引饲养员注意，奶妈也忍不住心疼孩子，便为这小妞安排上洗澡水缓解疼痛，还特意准备了一大堆零食和玩具。即便是喊飞云回家，她也得哄着。难怪飞云对奶妈这么温柔，平日里不是主动让对方摸摸鼻子，就是咩咩叫向奶妈撒娇。只能说饲养员对闺女足够温柔细致，才能养出来这么懂事优雅的大美云。飞云玩捉迷藏也要卖萌宠粉，温柔懂事的冯猫猫究竟有多治愈人心？只见萌妹跑到小角落玩起来藏猫猫，宝贝还不忘吐舌头哄粉丝开心。终于明白飞云为什么如此受欢迎了，毕竟如此治愈可爱的萌妹谁能不爱？别家小熊在院子里挖煤采矿，而大美云却是优雅的上楼梯眺望远方。作为熊猫圈的颜值扛把子，还有偶像包袱，飞云每打喷嚏都要四处张望，生怕被游客拍下黑照。可宝贝的动作却迷似一大群两脚兽，而飞云在优雅美丽的同时，懂事听话的性格才是必杀技。当奶妈将窝窝头放在飞云脑壳上时，宝贝不知道对方在逗自己，一向听话的他就一动不动的乖乖顶着，直到奶妈开口，萌妹才主动拿下来窝窝头。即便是全体滚滚们抗议的驱虫药，飞云看到奶妈亲手投喂也会乖乖吃下。从没见过哪家小熊猫吃个药也能吧唧。这天奶爸隔着玻璃窗给闺女投喂竹笋，换做其他小熊早就去抢，可飞云的注意力却不在食物上，而是用饱含爱意的小眼神盯着对方看。宝贝看到奶爸主动凑近自己，宁愿放下手里的竹笋也要过去贴贴。当奶爸拿着果果投喂大美云时，萌妹看到一大盆美食后一点也不着急，还一副乖宝宝的样子安静坐着，即便听到对方教育自己不要弄掉食物。那个腰别弄掉了啊，别弄掉了。飞云也不生气，还点头表示会牢记奶爸的嘱咐。就连宝贝在外场上班还没玩够的时候，听到奶爸的一声呼喊后会头也不回的赶来。他生怕对方着急，即便走到门口也要加快步伐。看来大美云真的比我们想的还要懂事。然而飞云偶尔也会有拆家的想法，可这小妞还没开始撕扯棚子，就因为奶爸的一声呼喊浇灭导弹的火苗。宝贝还满脸笑意望着对方，内心 OS 不要着急嘛，我就上来视察一下。飞云温柔以待的可不只是奶爸奶妈，她在粉丝面前也是温柔懂事的乖宝宝一枚。萌妹看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还一个劲扭头卖萌，变换着姿势营业，生怕自己照顾不到每一个角度的两脚兽。即便宝贝在大口吃着竹子，也时不时的举起小爪爪和姨姨们打招呼。已经进入梦乡的她，也会因为游客而一秒睁眼继续营业，还含情脉脉地盯着两脚兽。谁能不被大美云的小眼神沦陷呢？飞云简直就是熊猫圈最完美的小熊，懂事的孩子永远值得所有人的喜欢。遭熊猫咬伤，全身换血，醒来却笑眯眯看着凶手。饲养员维华到底有多爱自己的毛孩子喜妹？当初喜妹带着幼崽巴喜在天台山野陪，本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结果工作人员连续2天没看到熊猫母子俩的身影。韦奶爸得知后焦急万分，带着一大帮人前往。他们翻过围栏，几经搜寻，才看到喜妹和巴喜。维华好不容易才放下心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喜妹突然情绪激动，
或许是出于母猫护崽的本能，喜妹突然冲过去发了疯似的撕咬维奶爸，饲养员拿食物引诱也是于事无补。最后还是维华脱掉衣服才得以逃生，可他全身上下都出现明显的重伤，不仅手腕和脚筋被咬断，小腿和脚没一块好肉，就连左手掌都差点被喜妹咬掉。直到输入4000毫升血才逐渐恢复意识。死里逃生的维奶爸醒来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关心自己的身体，而是第一时间询问同事熊猫现在的情况。他苏醒了以后，他第一句话就问山上的喜妹和巴西怎么样了？直到维华看到喜妹母子安然无恙后，才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其实他早就做好被大熊猫攻击的准备，所以在自己昏迷的这段时间就已经原谅喜妹。对于奶爸来说，早就将熊猫当成自己的孩子。即便维华经过这次意外有可能会终身残疾，可他积极进行康复训练，却是为了尽快痊愈，继续回到岗位上照顾大熊猫。还回去继续照顾熊猫啊？反正从学这个开始嘛，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喜欢的，这个改变不了了。喜欢就喜欢了。维奶爸为了快一点见到喜妹，拼尽全力，即使康复过程漫长又艰难，但他也从未放弃。而当时将维华救到医院的某奶爸，也是同样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大熊猫。他因为学历问题无法成为饲养员，只能做一些清理卫生的杂活。他一干就是9年，一直都是无怨无悔。虽然说是清理这个垃圾、吃剩的竹子，但是呢，我感觉到这个能给大熊猫服务，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自豪，特别的荣幸。直到汶川大地震发生时，某奶爸不顾危险跟着饲养员找回66只熊猫。正是基地看到他对国宝的这份认真，才将本是清洁员的某奶爸调档到饲养员。可见无论是某奶爸还是韦奶爸，都是竭尽全力用一生爱护大熊猫的饲养员，他们永远值得猫粉们的尊重。果然狐妹子传男不传女，咸咸仔的粘熊精形象全世界都知道了。粘姐姐，然后粘蕊蕊妈，然后还有粘我，喜欢抱我腿啊，然后喜欢让我背啊。估计上医院撒娇战神鱼，可也没想到这么小众的赛道也有强劲的对手。想方设法贴贴的咸咸仔实在是太卷了，其他小熊都是一溜烟的跑出外场，唯独这小子出门比登天还难，非要抱着奶妈的大腿撒娇，奶爸都看不下去了，忍不住上手拽孩子，劝他爷们一点。咸咸仔反倒瞪了奶爸一眼，像是在说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哦。奶妈给滚滚们投喂损损的时候，咸咸仔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死活都不放开，还非要钻进对方怀里开垦罢休。难怪奶妈会忍不住吐槽道：伢都是你是麻包熊。奶妈只是拿着摄像机去拍娃，结果一连被咸咸仔赏了好几个亲亲，只能说这小子未来有一天能开口喊妈妈，猫粉们都不觉得奇怪，就连刚正不阿的太老爷也被甜美可爱的小外孙给融化了。他看到咸咸仔就忍不住展开怀抱，直接将对方团成球抱走。谁还记得他前段时间还很严肃，给小家伙擦个脸都快把熊头套扯下来。只能说咸咸仔的撒娇本事太强了，拿捏饲养员们简直是手拿把掐。蕊蕊干妈也被这小子成功俘获，咸咸仔一言不合就和对方贴贴，就连小脚丫都伸到了人家嘴里。蕊妈内心 OS 大热天的你想干啥？或许是因为干儿子的爱太过强烈，蕊蕊为了躲咸咸仔贴贴，直接钻进洞里，哪曾想对方还是铁了心找干妈玩。最好笑的是这小子黏奶妈和干妈也就算了，比自己大几天的姐姐也要黏着，即便是两小只排排坐炫不死，咸咸仔也要和蕊蕊仔贴贴。这小子还得把脚搭在对方身上，愁的姐姐躲都躲不开粘熊精。蕊蕊仔趴在树上呼呼大睡时，原本还以为是岁月静好的画面，哪曾想他身上还有废头子弟弟，这小妞都快被压得喘不过来气了。可咸咸仔的幸福感却溢出屏幕。当姐姐准备敲门回家时，这小子一个熊扑就紧紧搂住对方。一向疼爱弟弟的蕊蕊仔只能宠着，任由咸咸仔抱着脑壳贴贴。真的没见过比咸咸仔还会撒娇的熊猫，这么小众的粘熊精赛道也是被他闯进去了。